这部改编自热门小说的电影一经开拍，便牢牢吸引了无数原著粉和影视剧迷的目光。近日，随着官方宣传动作的频频推进，中国各大媒体纷纷发声，尤其是关于女主角温亦凡的选角问题，再度掀起了一波热烈讨论。观众直言，我们只想要张雨绮。这不是简单的粉丝呼吁，而是一场关于角色还原、观众代入感与演技契合度的大讨论。观众的声音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那么究竟是谁点燃了这场选角风波？张雨绮之所以成为众人心中温亦凡的最佳人选，并非偶然。她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妩媚而锋利的气质，与原著中温亦凡的形象几乎可以无缝对接。她曾在《玉君歌》中与程毅合作，被赞为气场拉满。她的外形犀利，目光凌厉，笑中带刺，一种介于柔情与狠戾之间的美感，正是温亦凡最迷人的地方。张雨绮的存在仿佛就是为这个角色量身打造。观众自然不希望看到一个风格跑偏的演员将他们心中的女神演绎成了平淡无奇的影像。诚然，张若楠美貌出众，五官精致，气质温柔，是很多人心中的初恋女神。但正是这种甜而不辣的温婉气质，让她在饰演温亦凡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温亦凡不是一个简单的美人角色，她复杂、强势、有主见，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种危险的吸引力。张若楠的温柔像春风，但温亦凡的魅力更像是一场烈火。正因如此，很多观众在看片后纷纷表达失望，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温亦凡。不少人批评原著粉太挑剔，但换个角度来看，原著粉丝的坚持其实是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尊重。他们熟读原著，理解角色的多重面貌，对于人物的性格、外貌、行为乃至眼神都有极高的还原度期待。当角色被误读甚至误演，他们自然会发出质疑，而这种质疑是推动影视作品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没有要求就没有进步。在这个颜值至上的时代，观众越来越重视演员的演技是否到位。张若楠虽然有颜值，但在难哄中她的情感张力明显不足。许多观众反映，在关键的情感爆发点，比如争吵、告白、绝望等场景，她的表现过于平面，没有层次，缺少冲击力。这种演技缺口直接导致了观众的情绪难以共鸣。角色的灵魂在于演出来，如果只是看起来像，是不够的。张雨绮在《玉君歌》中的表现被誉为惊艳四座，她在剧中的眼神、肢体语言、情绪转折几乎无懈可击。与程毅的搭档不仅颜值契合，更是情感互动的典范。尤其是一场宫中对峙戏，他只用一个转身一个眼神，就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的冷酷与无奈。这种演技就是观众想要看到的温亦凡，他不需要多余的台词就能传达复杂情绪，是真正演技杀。因为他们热爱这个故事，他们希望影视剧能还原原著中的光芒，想要看到那个带刺的玫瑰温亦凡在大荧幕上真实盛放。当现实的呈现与理想大相径庭，失望之下自然激起千层浪。而这种情绪的爆发，其实是影视市场最真实的反馈。观众并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在用情绪投票。据内部消息透露，导演团队之所以选择张若楠，是看中她身上那种清新、干净的感觉，认为她可以给温亦凡注入一种全新诠释。然而问题是，温亦凡并不是一个需要清新感的角色，他需要张力，需要危险感。导演组想创新可以理解，但创新不是颠覆，特别是面对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人物形象时，贸然创新就是激怒粉丝。他要美，但不是传统的柔弱美；他要冷，但不是无情的冰块；他要狠，但不是脸谱化的反派。他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存在，既可以温柔以待，也能利刃出鞘。他的美丽是带着危险的，他的聪明是充满锋芒的。这种危险美人的设定，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观众只认张雨绮的最大原因。好演员能够让观众入戏，他们不仅是角色的外壳，更是灵魂的承载者。观众不只是看剧，
而是感受情绪。而目前，张若楠显然还没有构建起这个情绪桥梁，他的表演更多的是演出来，而非活出来。张予曦在这方面的自然流畅，更像是角色附体，这就是差距。影视改编最怕的就是失魂落魄，形似而神非。南哄作为一部深受粉丝喜爱的小说，其每一位角色都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与精神寄托。当角色的演绎违背了灵魂设定，即使故事情节完全一致，也会被观众判定为失真。影视创作者需要明白，改编不等于重塑，尊重原著才是最基本的诚意。客观地说，张若楠并不是没有努力，他在片场也多次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有些细节处理也可圈可点。部分镜头中，他的眼神里也有情绪的波动，只是整体呈现缺乏爆发力与层次。问题也许不全在他，而在于角色与演员本身的匹配度不足。有时候，再努力也敌不过不适合3个字。当前娱乐圈最大的困境之一，就是观众与制作方之间缺乏真正的沟通。很多选角拍板于幕后，粉丝和观众得知时，往往已是板上钉钉，自然情绪无法认同。如果导演组能在早期更好地倾听市场声音，或许不会爆发如此强烈的选角风波。尊重观众，其实就是尊重作品。面对争议不断的局面，有人提出换角重拍，也有人建议再拍续集由张予曦出演，种种声音让剧组左右为难。但正因如此，也许是时候思考一种双时空叙事或回忆与现实交错形式，让2位演员在同一作品中出现，各展所长，也给观众一个平衡的选择。创新并非只能牺牲还原，形象是一切表演的前提。当演员的气质、神态与角色设定高度吻合，才有可能诞生经典。正如巩俐的秋菊、周迅的如懿、汤唯的王佳芝，没有一个角色是硬塞进去的，都靠精准匹配与深入打磨成就。南哄要想成经典，也必须从形象开始严选。不要低估粉丝的影响力，他们不是来找茬的，而是真正爱这个作品。他们愿意投入时间研究角色，愿意用理性和情绪共同表达声音。这种反馈，恰恰是市场对内容真实反应的映照。影视市场要做的，不是压制他们的声音，而是吸纳、理解、共创。机会永远存在。南哄如果能在后期调整节奏，优化角色弧光，强化人物张力，甚至大胆引入双女主结构，仍有可能翻盘。关键是创作者愿不愿意听进去观众的声音。真正优秀的作品都是在一次次妥协与坚持中诞生的。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温亦凡，它可以是张予曦的犀利，也可以是张若楠的柔情。但无论是谁，只有用心演绎，灵魂契合，才能真正让角色活起来。南哄的故事还未落幕，而你愿意为谁买单？